通常我们会将隋唐两个朝代一起来称呼，或者是一并来看。一来是隋朝只有2任皇帝能够有效统治中国，国祚也只有短短的38年；二来是他们两朝的制度与结构都十分相似，像是杨坚与李渊的家族都是源自于武川镇。换句话说，从北周到隋唐，统治集团都是出生于关中附近。有名的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就是把这种统治集团称为关陇集团，也就是西魏的根据地渭水盆地一带，或者说关中附近。上一集我们有说过西魏政权透过府兵制将胡汉融合，并建立了24军，由6位柱国大将军统帅，另外再加上没有兵权的1位宗室，以及皇帝本人，总共8位柱国，组成了顶端的统治集团。大家好，我是克里夫。隋朝延续府兵制，杨坚也就是隋文帝，他将军籍编入民户，达到兵农合一。特点在于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是将，将不知兵。此外，隋文帝将全国分成东西南北4大军区，每个军区有好几个府，来防范边疆与镇守要害。军区设立总管，统辖各府，并把原本的州、郡、县3级制度改成了州、县2级制。隋炀帝继位后又改成了郡、县2级制。不过这些改来改去的行政区域，听过就忘了也没关系。重点是隋文帝结合了北周、北齐的官制，以及从汉朝延续下来的结构，统整成3省6部制。3省分别是负责起草诏令的内史省、审议风帛的门下省，以及负责执行的尚书省。尚书省有点像是现在的行政机关，底下还有6个部门：吏、民、礼、兵、刑、工。底下分别还有4司以及9事5监机构，负责执行各种任务。如果军队制度、行政区域以及3省6部制都觉得太复杂，搞不清楚也没有关系哦。隋文帝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事情，影响了接下来往后的1300多年，就是他废除了9品官人法，创立了科举制度，从此展开了文人透过考试当官的途径。这一点在当时可说是突破了世家大族掌控仕途的藩篱，寒门子弟也有了翻身或晋升的管道。不过对于现代的学生们来说，在面对写不完的考试卷时，反倒可能会有点咬牙切齿啊。虽然科举制度对于世家门阀给予打击，但其实它并没有完全否定贵族制度哦。在选拔官员上，除了考试通过之外，还要检视身、言、书、判，也就是要像原本士族那样的容貌、谈吐、书法与文笔。隋朝的各项改革与制度，在隋文帝的开皇之治下迎来了盛世。如果持续下去，或许能将中国塑造成更强盛的国家。但这一切在隋炀帝继位后就全都变了。简单来说，隋炀帝好大喜功，个性太急，他将首都从长安迁到洛阳，重修宫殿、长城与运河。长城可以抵御塞外突厥的侵扰，运河能够有效联系国内的交通网路，这些的确都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但隋文帝太急太赶，让人民疲于奔命，又多次北伐高句丽，劳民伤财的情况下，最终爆发了民变与叛乱，并在公元619年灭亡。隋末动乱的时候，同样也是关陇集团出身的李渊，趁势从太原出兵，并攻占关中，另立隋恭帝。直到隋炀帝被叛军杀害后，李渊就迫使隋恭帝禅让，并在公元618年建立唐朝，为唐高祖。初期，唐高祖以关中为根据地，在众多将领的协助下，扫平各方势力，逐渐统一中国。其中军事能力最为突出的，便是他的次子李世民。而也因为李世民在军事上的天赋，让他获得了不少文臣武将的支持，并在公元626年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太子，使得高祖禅让帝位。于是李世民登基为唐太宗。唐朝初期延续隋朝的官制，并继续推广科举与均田制，使得国力再度走向强盛。如果我们将唐朝划分成前后2期，
那可以用安史之乱作为界限。前期是唐朝武功强盛的时期，而安史之乱后则逐渐走向下坡。如果再划分得更仔细一点，则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以及晚唐。初唐由唐高祖到唐高宗，盛唐则由武则天到唐玄宗，中唐则是肃宗到文宗，最后武宗到哀帝则是晚唐。而我们今天呢，不会一次全部说完，先聊个开头就好。刚刚说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登基继位嘛，对内他励精图治，任用贤臣，对外则以战止战，透过武力和机密策略扩大统治版图，建立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如此文治武功的时期，后世便称为贞观之治。等等，什么是机密政策啊？机是指马骆头，迷则是系牛的绳子，引申为笼络控制。早在隋朝建立之前，突厥就开始慢慢兴起，并逐渐控制漠北与中亚等地区。隋朝为了抵抗突厥的入侵，使用离间计，使得突厥汗国分裂成东西两部。而到了唐朝，同样还是面对着东突厥的威胁，甚至在东突厥的入侵的情况下，还一度考虑要将首都迁离长安。不过，唐太宗布下疑兵之计，并跟东突厥签下渭水之盟，才使得他们退兵。之后，东突厥内部再度发生斗争，这就让唐太宗看到了战机，联合其他不满东突厥的各个部族，并派李靖、李世基等大将出兵讨伐，终于击溃了东突厥。这就让原本臣服于东突厥底下的部族转头向唐朝称臣，并尊封唐太宗为天可汗。而天可汗的天为突厥语的翻译，意思就是拓跋，所以天可汗原本的意思是拓跋可汗。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游牧民族对于唐朝皇帝的认知是继承拓跋血统的。东突厥示弱后，他的藩属薛延陀部落逐渐转强，有点取代东突厥的味道。唐太宗花了好几年，才终于把周围各个部族给通通平定。接着，他将这些部族设立都督府，管辖底下的州县，而统治的都督与刺史则由他们原本部族的酋长来担任。换句话说，这些部族的首领具有双重身份，一来他们是原本部族的酋长，二来他们也是唐朝的官员。这其实也跟唐太宗有点类似，他同时是唐朝的皇帝，也是各个部族共尊的天可汗。这样统治归降的周围部族，就是所谓的羁縻政策。唐朝这样的结构跟上一个统一王朝的汉朝有了本质上的转变。如果大家还记得，汉朝是透过儒学礼法与察举制度，将中央与地方联系，上层行政结构是郡县，地方的乡里则是依靠血缘关系。至于征服的边境外族，则是透过中央派遣汉朝官员进行统治。这种比较明显的胡汉区分关系，初期汉朝国力鼎盛时没有什么问题，但到了汉末就容易让种族矛盾引爆冲突。随着汉朝崩解，不仅让地方维系的血缘枢纽破坏，也让原本的社会开始反思，对于过去奉为圭臬的常理产生怀疑，所以才会有后来的魏晋南北朝的各种尝试，从清谈到玄学，再从道教与佛教的传播，上层统治结构变成谁握有军权，谁就能够掌权，下层乡里的血缘枢纽则慢慢被具有道德威望的贵族所凝聚起来。中央与地方的结合，从唯才是举到九品官人法，再到科举制度，可以说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朝帝国，不再将具有学问的贵族阶级限定于特定的门阀家族，而是透过考试开放给社会大众，让所谓的贵族制度试图普遍化。既然这种新的贵族体制超越了原本的门阀与血缘主义，那么胡汉的区分呢？当然也就跟着被摒弃了。透过羁縻政策，让胡族首领具有双重身份，再加上封册体制，确立唐朝与周围藩属国的君臣关系，让唐朝的影响力以同心圆向外辐射，形成一个流通着共同的汉字、律令、思想的文化圈。
也建构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的世界。话说回来要将贵族制度普遍化可没有那么简单，可别忘了从北周北齐到隋唐，顶层的权力结构都是由关陇集团所组成的。而隋炀帝之所以会这么快就败亡，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也就是他脱离了关陇集团的势力，让他失去了统治的根基。而唐太宗虽然想要打破这种门阀的垄断，却也深知不能够失去关陇集团的支持，所以他的选贤制度，也就是科举制度，没有将原本的贵族给排除在外。贵族制的开放，就是不管你原本是平民还是世家，都能够参与科考。这让选才的理念渐渐融入了关陇集团，也让原本的西魏与北周反对门阀的立国精神持续延续下来。好，那科考要考什么呢？公元633年，唐太宗颁布了新定五经，这是由颜师古等人针对五经重新校订后的教科书。不过唐太宗仍然觉得不够满意，所以让大臣们继续修订，要一直到唐高宗才将五经正义给修订完成。这也成为后来每年明经科考试的依据。俗话说30老明经，50少进士。明经科主要靠背诵，所以30岁才考上已经算年老了。而进士科还要加考师傅，所以难上很多很多，才有50岁考上都算年轻的说法。或许可能也因为这样，让唐朝的诗赋歌词达到历朝历代中最鼎盛的成就。从唐初四杰到盛唐的王猛，再到李白杜甫的顶峰，中唐的白居易，晚唐的小李杜，都替中国文学留下了美丽的瑰宝。相较于唐诗，律法则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部分但这也是形成东亚文化圈的重要一环。之前在汉朝时，律和令区别不大，而到了西晋时代，则有比较明确的区分。根据杜预在禁律中的说明，律以正罪名，令以纯事治，可以看出律作为刑法，令则为行政法。到了隋朝，统整了之前各式各样的律令，汇整成了律、令、格、式4种体裁，并在唐朝继承沿用，并加以修订，成为唐制。简单说，律是刑法，令是制度规定，格是皇帝颁布的敕令，式则为行政法规。这样完整的律法不仅单纯只是规范中国的社会制度同时也影响着周围国家的规范，如新罗、日本等国家法典的参考依据。那就更不用说在唐朝这种胡汉交融、开放风气下的社会文化有多么繁荣了。虽然佛教在汉朝就开始传入，但要等到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开始普及化。面对佛教带来的影响与冲突，甚至还有三武灭佛的事件。但不管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或者是之后的唐武宗，其实都很难禁止人民在动乱时透过宗教寻求心灵的慰藉。再来是胡风的盛行，不管是胡服、胡乐还是胡诗，都在影响着唐朝的文化。整体来说，唐朝所重新凝聚起来的东亚文化圈，比起原本汉朝的影响力扩大了许多，因此当然也就让这样的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产生了碰撞，像是印度文化圈、伊朗文化圈等等。印度我们之前聊过嘛，伊朗文化圈则是在阿拉伯势力兴起后，取代了原本波斯的王朝，成为回教文化的范围。唐太宗晚年，政治有些动荡，不过整体来说，在唐高宗继位后，继续延续了开唐的繁荣，直到唐朝立国的根基慢慢开始动摇。一开头我们有说，唐朝继承隋朝的军队制度、行政划分，还有3省6部制，再透过科举制度慢慢打开贵族垄断的权柄，并透过羁縻制度统治边疆各族。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唐朝强盛的武力。当镇守边境的军队年复一年的应付着战争，不断面对着契丹的叛乱、吐蕃的侵扰，使得原本强悍的军队也跟着慢慢凋零。府兵的人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在高宗晚年只好开始招募新的部队镇守边疆，也就是所谓的军政。而指挥这些军政的官员则是节度使。同时，
高宗的皇后武氏逐渐掌握权势，并在高宗死后一步步踏上权力的顶峰，最后废掉唐睿宗，自己登基，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也就是武则天。武则天进一步提拔科举出身的官员，好瓦解原本关陇集团的势力。虽然府兵制的崩散与对外战争失利，使得疆域缩减，但大致上，此时的中国仍然还是东亚文化圈的中心。而等到武则天晚年，群臣发动革命，让李唐复辟，并在唐玄宗继位后，才又开创了另一个大唐盛世。不过这些我们留到下一个阶段再来继续跟大家聊聊。